提到最早的古生物复原，你可能会想到爱德华·德林克科普在1869年发表的新泽西化石爬行类，或者由法国艺术家爱德华·里奥于1863年创作的禽龙大战巨齿龙，又或者1800年前后的这张亚当斯猛犸，但他们都是在这些古生物被科学正式描述之后创作的。在奥地利克拉根福市市中心伫立着一个被称作怪龙喷泉的地标建筑，每天都因其独特的艺术设计和历史意义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乍看之下，这个雕塑相貌丑陋，像是一条天生双翼、贪得无厌的恶狗盘踞在基座之上，口中喷涌的喷泉如同垂涎一般。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但这个怪龙喷泉可能是人类最早对古生物复原的尝试。1335年，克拉根福地区活动的居民偶然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头骨，这个头骨的来历一时众说纷纭，而由于当地一直流传着一种名为林德蠕虫的怪物，因此最后百姓一致认为这个从未见过的头骨就是传说中的林德蠕虫。到了1590年，当地人便以林德蠕虫头骨为蓝本，塑造了这么一个林德蠕虫的雕像，并一直保留在克拉根福市中心，以喷泉的形式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发展。而这个所谓的林德蠕虫头骨自然不是什么传说中的恶龙，其真实身份正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早在1831年就被正式命名的冰期巨兽。大家好，我是独魂。上期方舟浅谈我们为大家聊了聊堪称冰河世纪代表形象的猛犸象，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同样身披长毛且同样颇具知名度的冰河食草巨兽披毛犀。一贯解学，海莲娜将方舟披毛犀命名为 Celadonta utericero， 其中属名 Celadonta 意为空心的牙齿，指代披毛犀臼齿内部的空腔，所以如果直译的话可以翻译为腔齿蜥属。国内则一般根据其英文名称 Woolly-rhinoceros 给译为披毛犀属，而种加词 utericero 则说法不一，主流说法理解为两部分，前半部分 utilus 意为有效的，后半部分 aren 则有徘徊巡航的含义，大致是指代方舟披毛犀能够通过助跑蓄力，从而用犀角对目标造成致命的冲撞伤害，同时可能还暗指披毛犀角的其他功效。所以综上总结，我们暂时将方舟披毛犀的学名译为蓄势披毛犀，以体现它笨重外表下隐藏的恐怖实力。说完了学名，接着我们来看看方舟披毛犀的体型。和很多小伙伴的刻板印象不同，相较于现代犀牛，真正的披毛犀其实并不是什么庞然大物。最后披毛犀的肩高约在 1.8 至2米之间，体重约 1.8 至 2.7 吨，和现存的白犀差不太多。而方舟的披毛犀可就要大上太多了，5大3粗的身材从视感上看，甚至都不比虎式坦克要小。经测量，方舟披毛犀从脚尖到臀部的长度为 9.1 米，若算上拉直的尾巴则有 11.2 米，肩高亦是达到了 4.23 米。通过拔毛后的白膜可以看到，方舟披毛犀的躯干非常粗壮，显得四肢异常粗短，不知道的还以为监察者加入了圆角蜥的基因呢。同时它还有一个异常高耸的驼峰结构，这便使得方舟披毛犀的躯干异常粗大，体重自然是一点也不掉秤。通过软件测量体积并带入水的密度，我们求出方舟披毛犀的体重约为 29.3 吨。好家伙，这体型别说是和现实中的披毛犀比了，即便是已知最大的蜥科动物，肩高 2.5 米，体重5吨的西伯利亚板齿蜥，在其面前都是个小不点，甚至哪怕搬出最大的巨蜥科动物，在其面前都讨不到便宜。看这对比，你应该就知道为啥它能有近30吨重了。说完了方舟披毛犀硕大的体型后，接着我们来看看它的具体外观。就和我们上期所说的猛犸象一样，作为大约1万年前才灭绝，距离我们现在非常接近的一种史前动物，披毛犀同样也具有大量的化石证据供我们研究。再加上其生存于冰河世纪，并曾扩散至西伯利亚平原，永久冻土层中甚至还为我们保存下了近乎完整的披毛犀冻尸。这些冻尸不仅保存了近乎完整的躯体，还非常不容易的保存了极难保存的犀角和毛发。而除了这些化石冻尸证据外，在法国校尉岩洞中也保留下了不少古人所绘的披毛犀画像，为我们还原其生前面貌又添一助力。那么保存有如此多研究材料的披毛犀，它在方舟的外观还原了多少，又改造了多少？我们来一一看下。犀如其名，为了适应更新世的寒冷气候，披毛犀的身上长满了用于御寒的毛发，这些毛发整理成棕黄色到红褐色，覆盖了其面部、躯干到四肢几乎所有的部位。而根据校尉岩洞中的壁画来看，在一些披毛犀的躯干中部还有深色的区域，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确认最后披毛犀活着的时候的大致体色。而在与披毛犀关系最近的现生犀牛苏门答腊犀的部分种群身上也能看到棕红色毛发，也难怪它们会被称作最后的披毛犀。作为披毛犀最具辨识度的特征，方舟披毛犀自然少不了毛衣加身，不过它们的体色则非常单一，并且面部和四肢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光秃的，真就跟穿了件毛衣似的。不知有没有弹幕大神解释一下？正是因为出色的高寒环境适应性，披毛犀曾一度成为最繁盛的犀科动物之一。然而和我们之前讲到的
的猛犸象不同，披毛犀似乎天生就注定了要征战积雪皑皑的苦寒之地。目前已知最早的披毛犀物种是西藏披毛犀，它们生存于上新世中期约370万年前的西藏扎达地区。虽然它们未必是后来披毛犀的直接祖先，但是相较于后来的披毛犀，西藏披毛犀的鼻中隔骨化程度弱，甲齿咀嚼面的褶皱较为简单，因此被普遍认为代表着该演化支的先祖类型。在上新世时期，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已经基本接近如今的水平，而在扎达盆地，像西藏披毛犀这样的早期类型，很可能已经适应这样的干冷环境了。原本不出意外，西藏披毛犀可以就这样在青藏高原偏安一隅，天天和野驴、牦牛、野羊争草吃，看雪豹、猎狗、狐狸呲牙。但在距今约230万年前，全球的气候发生了一点小状况，冰川期的到来使得高原河谷地区有限的资源承载力再难以供养这些巨兽，因此像西藏披毛犀这样的巨兽便不得不做出改变。它们终于还是兴师不赏，到了早更新世时期的中国北方地区，以泥河湾披毛犀为代表的过渡类型似乎站稳了脚跟，从甘肃、山西、河北到内蒙古，可能还有北京户口。当时中国北方的气候也逐渐转向干冷，被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取代，而泥河湾披毛犀这时也发挥出了适应干冷环境的老本行，如鱼得水的成为了当时中国最主流的犀牛物种。之后经历了脱落割衣披毛犀这个过渡阶段，到了晚更新世时期，披毛犀的北伐之路已经扩展到了几乎整个欧洲和亚洲北部地区，以西进入了伊比利亚半岛到达英国，以东则逼近了白令海峡，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当年蒙古人都没达到的版图。就是不知未来有没有可能在阿拉斯加发现披毛犀的踪迹，欢迎挖坟。要说犀牛这类动物身上最引人注目的部位，无疑就是它们头部前端硕大的犀角了。由于犀角的主要组成是角蛋白，和毛发、指甲的成分类似，因此极难保存下来。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板齿犀，就是因为没有保存下来的犀角材料，导致学界对它们犀角形态复原的五花八门。有些复原甚至认为它们压根就没有犀角，头顶只有一个鼓包，看着跟肿头龙似的。当然了，个人认为板齿犀应该还是长有一个相对较长的角，毕竟我们可以看到板齿犀的鼻中隔非常发育，适合作为承重结构。同时其第一节颈椎十分宽大，这表明它们的颈部应该经常做横向运动。有观点认为板齿犀之间或许会横向交叉犀角互相角力，倘若真是如此，那它们的角理应不会太短。相比之下，披毛犀就十分幸运了，受益于冻土层中保存完好的冻尸，它们成为了目前唯一保存有完整犀角的史前犀牛。根据保存下来的标本可知，与当代犀牛普遍偏圆锥形的犀角形态不同，披毛犀的鼻角整体形状长而宽扁，乍看就像是一把弯刀，而位于额头顶部的额角则作用有限，因此相较于显著的鼻角十分短小。这样的犀角形状再有它的妙用，这点我们放到后面来说。而方舟披毛犀的鼻角则呈现了更加粗大的锥形，且额角也较为突出，估计是参考现身黑犀的犀角形态做的。这么显著的披毛犀特征，方舟却没有还原，我觉得还是多少有点可惜。在我们印象里，锋利的犀角是极具杀伤力的武器，我们经常能在各路文化作品中看到犀牛高速冲刺并一击撞飞敌人的场景。不知道有没有被撞过的小伙伴现身说法下。而正是受此影响，方舟亦是为披毛犀设计了一个冲刺撞击的技能。游戏中披毛犀奔跑起来时便会开始积蓄能量条，而当能量条满槽时，披毛犀便能一击顶出相当于平 A 9倍的冲刺伤害，并且这还是被削弱过的版本。在更早期的版本里，这一伤害更是能达到惊人的13.5倍。那么现实中的犀牛真的会将犀角作为武器使用吗？答案是肯定的。像是体型巨大的白犀甚至能用犀角将汽车拱翻。为了支撑硕大的鼻角，犀牛自然需要一个强壮的鼻骨。我们可以看到犀牛的鼻骨在鼻腔上方延伸出了一块又大又粗的基座，用于支撑上方的犀角。对比同为鸡蹄目的马和貘的头骨就能看出，犀牛鼻骨的这一突出明显要强壮得多。不过在这一基座的下方仍是中空的，这一部分被称作鼻中隔，期间有软骨连接。如果是有骨骼连接的话，说不定会更加结实。巧了，观察披毛犀的头骨便能看到，后期披毛犀属成员的鼻中隔软骨便已完全骨化，远比现生犀牛要更加坚固。不过以目前的证据来看，披毛犀之所以将鼻中隔的软骨骨化，除了基础的种类互动以及防御外，直接原因更可能是出于扫雪的需要。披毛犀甲趾上密集的褶皱只是它们平时多以草类植物为食，而每当进入冬季，会天大雪，积雪将草场覆盖之时，多数食草动物会选择放弃这片草场去往他处，而披毛犀则可以用硕大的犀角将积雪扫开，以进食积雪下方的草料。这一点我们在披毛犀的化石和冻石上发现了很多证据。一，在壁画中的披毛犀犀角方向均较为朝前，低头时与地面基本平行。二，在披毛犀所保留的犀角前缘具有磨石面，并且这个磨石面被一条垂直的中棱分为左右两部分，可能是与积雪摩擦
擦所留。3. 就如我们前面所说，披毛犀的犀角呈现扁平状，这样能够大幅增加犀角扫雪的有效面积。4. 向后倾斜的头骨枕面使得披毛犀能够自如地放低其头部。5. 和我们前面所说的板齿犀一样，披毛犀的第一节颈椎也很宽大，有利于横向摆动颈部。综上几点指示，披毛犀很可能会经常使用鼻角拨开积雪，并获取埋藏在积雪的草料。这一技能的存在，自然能让披毛犀更加适应台云环境，在众食草动物之中脱颖而出。这么看来，方舟披毛犀的犀角之所以更粗更圆，似乎就可以牵强附会了。方舟披毛犀的犀角主要用于进攻，因此需要更强的结构，并且方舟披毛犀主要以浆果为食，肩长的吻部也更类似以树枝嫩叶为食的黑犀，因此自然也就没有清扫积雪的需求了。毕竟方舟中的气候都是系统模拟的，不会覆盖这些植被。设计师，你看我论证的合理不？既然说到了犀角，那么就不得不提一嘴海莲娜在图鉴中提到的一点，披毛犀的角可以磨成非常令人兴奋的粉末。游戏中我们在击杀披毛犀后，确实可以获得犀角这么一个特殊资源，并且能将其用作一些配方的材料。这一描写显然是在讽刺现实中的犀角贸易。毕竟我们都知道，犀角除了可以用来做工艺品外，同时还是一味传统药材，据说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的功效。先不论这些历史经验是否有道理，古代受限于对自然资源的认知和生态保护意识，对于这些药材的取用从来没有考虑过物种的存续问题，毕竟古人不知道灭绝这个概念。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犀角这玩意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也就是和人的指甲、头发差不多的成分，其药效也缺乏临床医学的验证。所以个人觉得我们不应对这些所谓珍稀药材盲目推崇，更不该作为非法盗猎及贸易的帮凶。总的来说，关于犀角的功效缺乏现代药理学研究的充分支持，且犀角的使用违背我国法律及全球生态保护共识。也许犀角的传统药用价值应该被视为历史经验的一部分，但绝不能作为必须延续的实践。现如今，所有的犀牛都是濒危物种，如若再不重视保护，未来50年内，所有现生犀牛都会步入披毛犀的后尘。如果犀牛这个古老的血脉从地球上彻底消失，那么所有推崇犀角药效的人都应为此买单，而这显然与传统医学的核心天人合一是相悖的。就如当今非洲大草原上的白犀和非洲象那般，犀牛和大象这两类同样具有壮硕体格和巨大体型的动物，往往会给人一种强烈的 CP 感。而自冰河世界的代表动物猛犸象加入游戏后不久，同样颇具知名度。同样身披长毛的披毛犀也加入了方舟的雪山深境中，和猛犸象一同成为漫步雪原的宏伟巨兽，同时也一块沦为了恐狼凶齿犀的主要口粮。不过，就和许多其他具有现代近亲的古生物一样，东美服并没有根据披毛犀的特点去设计该生物，而是将大众对犀牛的普遍印象套到了它的身上，由此设计出了游戏中那位身形健壮、性情火爆，能在快速冲刺后用犀角给予对手致命一击的狂暴巨兽。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样反而更好，毕竟现实披毛犀用犀角扫雪的这一特性，想必也设计不出什么有意思的技能，对于这一体态宏伟的食草动物来说也是浪费。更别说游戏里的所谓积雪，其实就是固定场景的一部分，技术上也难以实现，所以还不如直接设计个霸道的高伤技能，让玩家无脑战斗爽来的痛快。在早期版本中，冲刺伤害高达普攻13.5倍的披毛犀，甚至能成为玩家打 BOSS 的主力生物。经过多代育种的披毛犀蓄力攻击真可谓毁天灭地，但在随后的一次更新中，披毛犀的满蓄伤害从普攻的13.5倍降到了9倍，可以说是遭遇了大幅度的削弱。而之后随着越来越多强力战宠的加入，玩家可供选择的生物越来越丰富，慢慢的也就没有人去专门培育披毛犀来打 BOSS 了。不过尽管如此，披毛犀依然是我非常热衷驯服的生物之一，不为别的，就为享受那一击必杀敌人的快感。尽管如今披毛犀的满蓄伤害已不复当年，但是平 A 9倍的伤害仍然不容小觑。大部分常见的野生动物依然能做到一击必杀，骑乘一头雄壮的犀牛冲刺在原野上，看见自己不顺眼的生物就冲上去将其秒杀，那感觉真是太解压了。